爱妃，你可一定要挺住啊！丁，检测到有新客人，是来自大明时空的朱标和常氏。请问这里是？这是医院，就是医馆。那你是医生？是的，没想到来的第一个客人居然是史上最稳太子爷。那你能治我夫人的病吗？这要先做一个检查才知道，你们跟我进来吧。是多元素苷中毒引发的失血过多。中毒？公子你别担心，都是小问题。这个给您夫人服下。是，给我吃，快点给我吃进去。夫君，我感觉浑身轻松了不少。果真是神药，虾大夫妙手回春，堪称华佗在世。治疗才刚开始，现在说些可早了些。我建议夫人在此待到安全生产后再离开。可我家中还有孩子要照顾。你中的毒并不难解，但若继续接触毒源，后果难料。大夫，你是说有人要加害我夫人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既如此，夫君你便回去为我简单收拾些衣物吧，记得把孩子送到爹那去。朱标立马就明白了常氏的言外之意。你且安心养胎，剩下的便交给我吧。有劳虾大夫照顾我妻，日后必有重谢。日后重谢就是现在，不想给前辈。我不喜欢钱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钱长什么样。不过嘛，朱标听到这句话，误以为虾人是喜欢珠宝首饰一类，于是立马心领神会的掏出了玉佩。我懂，我都懂，小小心意，还望收下。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你的夫人。你要是无聊，可以看会电视。这个黑色箱子里居然能装人。家人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和常氏解释，而是选择换了个台。只要做中兴之主，不料成了亡国之君，你要认什么错？面对列祖，恭送大明皇帝上路。这是我大明的皇帝。是的。这个黑盒子居然还能看到未来。这也不算是看到未来。那这是？这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。大明亡于崇祯，享国276年。咱大孙看着就壮实，跟个牛犊子似的。彪儿，听说你把东宫给封了？父皇，儿臣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彪儿，那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儿臣想请人过去照顾常氏。如果儿媳妇真是被人下毒了，那让谁去我都不放心。还是我去照顾儿媳妇吧。如果儿媳妇嘎了，谁获利最大？父皇，你是说？朱元璋抬手示意朱标不要继续往下说了。咱也只是猜测，你自己去查。东宫归你管，咱不插手。儿臣定会重点彻查的。若是查实，切不可心慈手软。儿臣明白。丁，检测到有新客人，是来自大明时空的马皇后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彪儿让我来照顾你的，家里的事不用担心。饭菜确实是不够了，要不我给你泡碗泡面吧。泡面？娘，虾先生这里的饭菜可香了。是吗？难不成比光禄寺做的还好？看着吃完美食后身心愉悦的马皇后，常氏还在犹豫要不要把自己看到的未来告诉他。李善长你怎么看？臣认为太子殿下做得对，此人若能利用好，对我们大明利大于弊。那咱也过去跟他接触接触。臣认为可以。虾大夫，这里有一卷青田先生刘伯温抄录的《论语》和一套文房四宝，请虾大夫笑纳。这见面送什么礼呢？太不好意思了，拿来吧你。大家一起去看看病人吧。儿媳妇，你身体可好些了？好多了。爱妃为何眉头紧蹙？可还是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只是因为我刚刚好像看到了未来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唉，算了，我还是直接打开给你们看吧。你他娘的杀我好子好孙！之前我看到的那个画面还能再看看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只要做中兴之主，不料成了亡国之君，你要认什么错？面对列祖，恭送大明皇帝上路。这是何人？为何穿着和咱一样的衣服？朕良德邈公，上干天佑，然皆诸臣勿朕。
朕死无面目见祖宗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阵师，误伤百姓一人。他就是大明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。从崇祯帝的遗言来看，他也不像是一个昏君，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？是啊，虾大夫，这人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昏君啊。是的，崇祯帝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守城之君，但是他并非是一个雄主。老朱，即使把你放到明末，你都未必能够扭转乾坤。明末已经到了此等境地了吗？崇祯执政17年，天灾就祸了17年。听到天灾不断，朱元璋想起了当时的自己，也是因为天灾连年，吃不饱饭，才选择的起义。怪不得了，杀牛羊，备酒浆，开了城门迎闯王，闯王来了不纳粮。所以这个闯王叫什么名字？李自成。最后是这个李自成推翻了咱的大明吗？是的，不过什么？李自成在京城只待了1天。难不成我大明又击败了李自成？不对，崇祯是大明最后一位皇帝，所以明朝应该已经完了。其实明朝的政权当时还在。南明其实还经历了4位皇帝：弘光帝朱由崧、隆武帝朱玉建、绍武帝朱玉玉、永历帝朱由榔。所以是南明的这些皇帝击败了李自成？自然不是。其实从朱由检眉山自缢之后，明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。这些南明皇帝不过是军阀的傀儡罢了。所以最后是谁夺走了大明的江山？崇祯17年5月27日，作为中原屏障的山海关被大明总兵吴三桂打开。异族？是的，大明是我们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。下人，你说什么？吴三桂联合外族内外夹击李自成起义军，大顺政权最终只得撤出京师。也就是说，外族占领了京师。正是如此。朱由检啊，朱由检，大明可以亡，但是你岂能让他亡在了异族手里啊？朱元璋明白，他怪朱由检也无济于事。毕竟吴三桂打开山海关的时候，朱由检已经死了。等等，虾仁，朱由检是有字辈，我怎么记得这字辈是朱棣的后人用的？朱由检就是朱棣的后人啊！当朱元璋看到明王于朱由检时，却意外发现朱由检是朱棣后人。咱曾将后代的字辈都定下，为何崇祯帝会在老四的字辈里面？因为朱由检就是朱棣的后人。不可能，大明的下一任皇帝只能是彪。洪武25年，太子朱标视察陕西回来后，因风寒病逝，葬于孝陵东侧。你说什么？咱彪儿死了？是的，他谥号义文太子。不可能，洪武25年，彪儿才38岁。朱标因为长期监国，几乎没有休息，导致身体严重透支，所以一个小小的风寒便要了他的命。重八呀，既然已经知道了，那以后还是多让彪儿休息吧。不过就算彪真的死了，咱还有老二啊，怎么也轮不到老四那个混球当皇帝吧？洪武28年，秦王朱爽遭人下毒身亡。咱的爽儿居然也死了吗？是的。那老三呢？洪武31年，晋王朱刚薨逝。听到自己的儿子接连死在自己前面，朱元璋悲痛欲绝。然而此时一个人的身影渐渐浮现在他眼前。不可能，难不成是我亲自选的老四上位？建文元年，燕王朱棣在北平奉天靖难，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。老四反了，老四他妈的居然反了！那个混球，他怎么敢的？此时的朱标认为，自古立嫡立长不立幼，既然朱元璋没有立朱棣，那么下一任皇帝自然就是他儿子，而朱棣反的就是他的儿子。如果不是老四，那建文帝是谁？雄鹰吗？并不是。洪武15年，朱雄鹰跟随太子朱标出去巡查，巡查途中，朱雄鹰染上了痘疾，最后不幸离世。听到仅剩下的唯一一个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的朱雄鹰也死了，众人沉默了。如果连我的好圣孙都死了，那大明的下一任皇帝究竟是谁？如今即使是朱元璋，也想不出大明下一任皇帝会是谁了。建文帝朱允文。朱允文是吕氏的儿子。自己的孙子都记不清楚了是吧？朱允文是吕氏的儿子。夏大夫，难不成这个朱允文是个昏君？可即使朱允文真是一个昏君，老四区区一个藩王，怎么可能造反成功？我大明难道没人了吗？再不计咱分的那些藩王，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朱棣造反吗？朱允文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削藩。这个蠢货
咱辛辛苦苦封的藩王，用来巩固大明。他妈的，他上来就给咱削了！建文元年，周王朱肃被贬为庶人，流放云南。同年，齐王朱父被贬为庶人，软禁致死。代王朱贵、民王朱骈也同样被贬为庶人，甚至襄王朱柏最后因不堪受辱，选择自焚而死。当时襄王因为您的死悲痛欲绝，早已有厌世殉父的想法，而朱允炆还在其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袭襄王府，要朱柏去南京受审。于是性情刚毅的朱柏含泪痛饮一杯酒后，放火点燃了襄王府，自焚而死。听到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被朱允炆害死，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愤怒到了极点。朱允炆不仅敢削藩，他甚至在你死后不许藩王入京吊唁，最后你的儿子们都只能在自己家里面朝着京师向你祭拜。真是我的好孙子啊！小十二从小最怕疼了，没想到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。其实朱柏的死也是朱棣造反的导火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么多的藩王，死的死，贬的贬，老四是怎么躲过去的？朱棣装疯卖傻，当街调戏良家妇女。我看装疯卖傻是假，想调戏良家妇女倒是真的吧？既然是装的，总会被人识破吧？古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今有朱老四与猪同吃同睡。看来咱还低看了老四。何止是低看了老四，他可是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的永乐大帝。老四居然在后世被称为千古一帝。是的，他迁都北京，开启了天子守国门、君王死社稷的铁血大明。他疏浚大运河，使南北交通更加紧密，大明经济也开始变得更加繁荣。他派郑和下西洋，宣扬大明国威的同时，开创了与南洋诸国的海外贸易，为后世子孙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。他北伐蒙元，南征安南，威服朝鲜，使大明王朝在世界上的地位达到了巅峰。他修撰《永乐大典》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百科全书。当众人听到朱棣有如此之多的功绩之后，不禁暗暗咋舌。然而朱元璋还是不能理解朱棣为何可以成功上位。咱确实是没想到，这个混球居然有如此能耐。不过瞎人，就算因为削藩，咱的孩子们都指望不上了，那老兄弟们总能行吧？您的老兄弟们都被您亲手杀的差不多了。朱重八，这些可都是当初和我们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啊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杀了呢？我不会也被杀了吧？李善长听到这些开国元勋最后都被朱元璋清算了，也想知道自己最后的结果究竟为何，却又不敢直接开口询问。此时朱元璋注意到了李善长的表情，开口说道：“老李啊，你肯定没事的，不信你问虾仁。”洪武26年，李善长被朱元璋以谋反罪处死。李善长，你居然反了！陛下，洪武26年，我都70多了，我还造啥反呀？重八，善长说的有道理呀。娘娘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我都70岁了，我还造啥反啊？善长70多岁了，确实不可能造反，但咱杀他肯定有咱的理由。这事先过去，咱还有正事要谈。什么？不行啊，这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了啊！你等会回去想想还是不对，那我这人头还要不要了？皇后娘娘啊，你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我怎么可能会造反呢？嘿，老东西还挺能装。咱继续，刚聊到哪了？我们刚刚聊到你把开国元勋都杀了。按理说，母后还在的话，应该不会让父皇杀了李善长才对。彪儿，你在想什么？没啊，咱肯定也不想杀他们，但允文肯定是压不住他们的。即使这些开国勋贵都死了，咱肯定为朱允文留下了一些能用之人。是的，黄子成、齐泰、方孝孺、李景龙，甚至还有驸马梅因。那就是了，咱肯定留了一手。咱可不认为朱棣区一个藩王可以造反成功。削藩的政策就是这三大傻弄出来的。而且拥兵40万的梅因不仅没有支援建文帝朱允文，甚至还在最后投降了朱棣。那九江呢？有他在，我大明100万雄兵还打不过一个燕王朱棣吗？老朱，你可知后世之人都称呼李景龙什么吗？大明第1代战神。李景龙居然被称为大明第1代战神，不愧是李文忠之子，
没有辱没他爹。李景龙深受建文帝信任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最后在南京被围困之时开了城门，导致大明的援军还没来得及支援，朱棣就已经攻入京师了。好你个九江，居然如此无能！下人，这个大明战神不会是反话吧？不对呀，第一代大明战神，也就是说还有第二代。是的，不过你现在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了，我怕你吃不消。算了，这个第二代目前并不重要。不过咱到底是为什么会选允文上位呢？如果朱允文没有上位，是不是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？其实后人推测，常氏和朱雄英的死可能就是吕氏做的。这该死的吕氏！朱元璋听到常氏和朱雄英可能会被吕氏害死，再加上朱允文的所作所为，如今的真相已经不重要了。毕竟朱元璋已经在心里给吕氏判了死刑。幺儿啊，如今常氏身体羸弱，肯定是吕氏干的，该怎么做不用咱教你了吧？重八呀，夏大夫也说了，只是可能，我们总该查清楚吧。妹子啊，咱什么事情都可以听你的，唯独这一件不行，因为朱允文绝对不可以当皇帝。众人已经从朱元璋的话语中听出了朱元璋对朱允文上位的不愿。原本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直接杀了朱允文，可咱们的洪武帝是不会对自己的血亲下手的。那么吕氏必死。殿下，你这是？说，你为何要害常氏？殿下，我与姐姐情同姐妹，怎会害她？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究竟为何要害常氏？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听信了什么小人的谗言？妾身没有做的事，无论殿下再问多少遍，妾身的回答都是一样的。这是父皇的意思。陛下难道已经知道了我要谋害常氏？不可能，此事天衣无缝，绝不可能被发现。殿下，妾身还是那句话，妾身没做过的事情，妾身是不会认的。朱标和吕氏说了最近发生的事情，这时吕氏已经明白，他是否下毒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朱元璋想让他死，虽然他确实下毒了。妾身嫁入东宫这么多年，每日担惊受怕，殿下的眼里只有姐姐，何曾多看过妾身一眼？天可怜见，还有允文陪在妾身身边，可只要雄鹰一出现，殿下的眼里便看不见允文了。妾身的出身没有姐姐好，父母之爱子则为知己深远，妾身这个当娘的怎能不为孩子争取？朱标听到吕氏的倾诉，也无奈摇头，是姑对不住你，但是……吕氏看着推过来的杯子，心中仍有一丝希冀。妾身真的非死不可吗？听到朱标肯定的答复，吕氏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儿子。殿下，妾身想再见见允文。允文已经被姑送到母后那边去了。殿下，你可以向我保证，以后绝不会有人欺负允文吗？当然可以，毕竟姑是他爹。听到朱标的保证，吕氏毅然决然地喝下了毒酒。咱知道你心软，但你要明白，吕氏不死，大明便要承担多大的风险。咱们的义务就是为大明百姓规避风险。陛下不好了，皇后娘娘她晕过去了。妹子，我的妹子啊！妹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这群庸医究竟是怎么办事的？妹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咱砍了你们！重八呀，不关他们的事，别为难他们。滚滚滚滚滚！爹，你过来一下。爹，我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知道不当讲，那就别讲。爹，我想了很久，还是觉得得跟您讲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虾大夫说过，爹您亲手杀死了陪您一路杀出来的好兄弟们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娘在的话，一定不会让你杀了他们的。那个时候，咱的妹子不在了。母后早年辛苦操劳，如今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。那咱再把那群庸医喊回来，给咱妹子看看。爹，你不会把虾大夫给忘了吧？虾大夫，咱妹子咋样啊？就是肺痨。肺痨为何物？就是由结核分支杆菌感染引发的传染性呼吸系统病症。就是咳嗽、咳痰、卡血、盗汗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都是小事，放心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会搞砸的。气氛太严肃了，开个玩笑。别担心了，我这里开些药，静养数日便能好全。别忘了去前台交一下医药费啊。小猪，
你记性也有点不好了，要不让虾大夫一起帮你看看。你小子倒反天罡，父慈子孝，多么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！夏大夫啊，你上次说的那个大明第2战神是谁？明英宗朱祁镇。虾大夫，我们不是在说第2代大明战神吗？这称号怎么听起来像是个皇帝？自信点，把相去掉，他就是个皇帝。他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，大明的第6任皇帝。李景龙被称为战神，是因为他打战打输了。那这个朱祁镇又为何被称为大明战神呢？朱元璋说到这里，突然反应过来，一种不好的预感从心底油然而生。莫非这个混账东西御驾亲征，还给打输了？还得是你啊，老朱！一下就想到了。明朝正统14年，明英宗朱祁镇第4次北伐，明朝军队在土木堡败于西部民族瓦剌军队，50万精锐全军覆没，史称土木之变。你说什么？50万大军全军覆没？是的，不仅50万大军全军覆没，就连明英宗朱祁镇本人都被敌方俘虏了。这瓜娃子怎么不去死？其实朱祁镇还有一个称号，是什么？教门天子。这教门天子是何意？被俘虏的朱祁镇帮助瓦剌大军跑到自家城门底下叫门。畜生啊，畜生！咱要杀了他！虾大夫，那大明，他是大明第1忠臣，于王朝为难之际力挽狂澜，为明朝续命200年。他是明朝最穷的尚书大人，连锦衣卫都为他落泪。他提笔能文，扛刀能武，与岳飞、张苍水并列为西湖3杰。他就是少保于谦。那是这个于谦挽救了大明。是的，当明军全灭的消息传来时，明廷上下乱成了一锅粥。在危难之际，徐成竟然以星象变化为借口，扬言要南迁。朱元璋想起宋朝南迁的教训，一切还历历在目。这个徐成真他妈的该死！然而天底下哪有不战而逃的兵部？于谦坚决反对南迁，并说主张南迁者可斩。这也得到了当时的孙太后的支持。最后于谦也不负众望，力挽狂澜，拯救了岌岌可危的大明。这个于谦不错。爷爷，你坚持住。检测到有新客人，是来自大明时空的永乐大帝朱棣和宣德帝朱瞻基。老四，爹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在这？你他妈才死了！你全家都死了！就他妈是你小子造反！爹啊，我都是被逼的。朱允文那小子一上位就大肆削藩，对我们这些个叔叔杀的杀，贬的贬，囚禁的囚禁。他不仅害得12弟自焚而死，还在12弟死后抹黑12弟，为其冠上莫须有的罪名。好，咱就当你是被逼的。但你看看你生的是什么玩意？我都没说话，咋还能躺枪啊？明朝正统14年，朱祁镇第4次北伐，明朝军队在土木堡败于西部民族瓦剌军队，50万精锐全军覆没。朱祁镇是谁？就是宣德帝朱瞻基的好儿子。你他妈的，看看你生的什么破玩意儿！爷爷，我还没结婚啊，我上哪去生孩子啊？对哦，你还没娶老婆呢，爹，他还没娶老婆呢。那肯定是他以后生的呀。他妈的，居然敢质疑咱！你他妈的，居然敢质疑你爷爷我！对。此时虾仁开口向朱棣和朱瞻基解释了一下他们如今这里的情况。朱棣和朱瞻基对现代也有了初步的了解。爹，这都是真的吗？朱瞻基，看看你生的什么儿子！好，只有我一个人受伤的事件达成了。看我回去不废了你们父子俩！别！朱高炽和朱瞻基2人可是开创了仁宣之治。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干的最大的一件就是赦免靖难。好，这个老大居然背着我做这些事情，看咱回去不废了他。好像也不用背着你啊，你都已经在土里了。
朱高炽在位期间，解决了民生问题，稳固了边疆，纠正了冤假错案，废除了酷刑，改革了科举制度，发展了内阁制度，停止了大规模的用兵，这才使得明朝经济迅速恢复，老百姓们安居乐业。看来你家这老大干得不错呀，你还要废了他。然而，这位拥有卓越统治才华的皇帝，仅仅在位10个月就去世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朱高炽身体肥胖，又因为长期监国，积劳成疾，这不就跟朱标一样吗？不是，他有病吧？莫名其妙 Q 我干嘛？西巴，老四啊，咱就小就教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你怎么能把事情都丢给自己的老大呢？我他喵的，老四这不都是跟您学的吗？爹，我这不是都跟你学的吗？不是，我就敢想想，你居然直接就给说出来了。错了，咱这就回去让他减肥，再也不拿他当牛马使了。这下朱高炽可要遭老罪了。夏大夫，朱高炽被称为明仁宗，大人宣之治的宣，指的可是朱瞻基。是的，朱瞻基在明朝16位皇帝中可以说是一位独特的存在。他是永乐大帝朱棣钦点的好圣孙，堪称大明6边形战士。他兼具了太祖朱元璋和爷爷朱棣的英武过人，以及父亲朱高炽的宽厚仁慈，还有文如唐太宗、义塞宋徽宗的举世才华，因此功绩不输朱元璋，才华不输李世民，堪称完美。芜湖，我他妈这么牛逼的吗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爹，你看我有个好圣孙。然而，这位堪称6边形战士的明宣宗朱瞻基，仅在位10年就去世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咱的好圣孙是怎么死的？宣德3年宽和之战，朱瞻基御驾亲征，受了重伤，身体亏损严重，没有几年就英年早逝了。你身为一个皇帝，怎么能御驾亲征呢？就是你身为一个皇帝，怎么能御驾亲征呢？原来人无语的时候是真的不想说话。他这不都是学你俩的吗？我是学我爹的。我是学。你们这些小兔崽子，居然一起挖坑给咱跳！父皇说的没错，你身为皇帝不该御驾亲征，你若突然出事，那这大明该怎么办？唐伯父，你说的对。老四啊，你回去得让你家老大教育教育他。一定。虽然朱高炽和朱瞻基这对父子开创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大明，但是正14年的那场土木堡之变，一下就把你们几代人的努力付之东流了。夏大夫可有破局之法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朱瞻基在位后期任用宦官，还教宦官识字。一他妈的，老子定的祖训给狗看的！你今天教他们识字，明天是不是要教他们当皇帝？就是，爹说的是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皇爷爷，那郑和不还是个宦官吗？郑和是谁？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认识啊。郑和不就是你派去6下西洋的主要负责人吗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不是，这人咋那么没眼力见呢？老四，又是你带的头？不是，爹，你听我狡辩啊。朱瞻基甚至还任命宦官王振为太子师。这个王振就是促使土木堡之变发生的关键人物。区区一个宦官，怎么会引发这么大的战役？王振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，甚至途经他的家乡豫州，让英宗驾幸他的府地，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。小小宦官居然敢借帝王之名狐假虎威。然而走了40里以后，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豫州，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。他人还怪好的嘞。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，火速传令改道东行，向宣府方向行进。区区一个太监，怎么能有如此本事，直接让军队改道？不好意思，我忘记说了，王振就是此次出征瓦剌的大军主帅。这个不孝子孙，居然敢让太监当主帅！最后在途经土木堡之时，遇到瓦剌大军埋伏，全军覆没，朱祁镇被俘。
继而啊，你可要记住王震此人，一经发现立马绞杀。是。当然，朱祁镇如此昏庸，除了宦官王震的蛊惑，孙皇后的纵容也是功不可没。孙皇后又是谁？宣德3年，明宣宗废胡皇后，改立孙贵妃为皇后。咱一家子的好男人，居然出了你这么个渣男！就是你居然敢废后，你这个不孝子孙！被你们说了一天的不孝子孙，24孝大孝子来了，都得孝出强大。老子你回去了，可得处理掉这王震和孙氏。对了，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北伐途中，我和继儿出去小解，迷路了，就来到了这。丁，检测到有新客人，是来自大秦时空的始皇帝嬴政、燕人赵高，还有丞相李斯。你是什么人？寡人是大秦皇帝嬴政。卧槽，父皇，这是活着的嬴政。卧槽，父皇，这是活着的嬴政。卧槽，虾人，这是活着的嬴政。放肆！你们这些刁民竟敢对陛下如此不敬！听到赵高的夹子音，张三注意到了这个太监打扮的人。你该不会就是赵高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你可出名真啊！毕竟大秦灭亡，你的功劳可不小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寡人的大秦亡了？大秦居然亡了？赵高这阉人还有份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虾仁。此时虾仁开口向嬴政他们解释了一下这里的情况。嬴政看了看朱元璋等人，这几个小可爱难道也是皇帝？这是洪武大帝朱元璋，这是永乐大帝朱棣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未来是宣德帝朱瞻基。这位是他就是个小卡拉米，别管他。卧槽！你刚刚说寡人的大秦亡了，是如何亡的？看来寡人得提早定下祖训了。他居然想剽窃咱的想法，他搞抄袭，没必要，你大秦2世就亡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陛下，臣看这几个人就是6国余孽，就是在这胡言乱语，想迷惑陛下。虽然虾仁的话让秦始皇匪夷所思，但是秦朝的灭亡还是让嬴政更加在意。你们倒是说说秦2世是如何灭亡的？如果你们胆敢欺瞒寡人，寡人就把你们都阉了。不行啊！赵高突然多了这么多个兄弟姐妹，等下回去马车坐不下了。这也不是个说话的地方，跟我走吧。张三带着嬴政等人来到了医院的会客厅，并打开了电视。不下，骄奢淫逸，滥杀无辜，如今天下人都反对你，希望足下善以自处。什么？竟敢称朕？你下，你疯了！此人是谁？怎么如此像寡人的儿子胡亥？这就是秦2世胡亥，你的儿子。秦始皇听到秦2世竟是胡亥，大为震惊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把大秦交给胡亥，我儿扶苏呢？嬴政37年，你第5次出巡，归来途中意外得病，最后死于河北沙丘行宫。寡人37年就嘎了。难道寡人临死之前没有立太子吗？你的遗诏里面命扶苏接管大秦，成为大秦第2任皇帝。既然寡人传位于扶苏，那大秦怎会2世而亡？阉人赵高篡改遗诏，让胡亥继位了呗。听到虾仁说自己居然篡改遗诏，赵高立马吓得跪了下来。陛下，臣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啊！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了，居然做出这种事情，呵呵。不对啊，如果赵高想篡改遗诏，李斯怎会让他得逞？对呀，我不还在呢吗？就这个逼怎么能成功篡改遗诏呢？难道我也死了不成？不，你没死，你就是同谋。陛下，臣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啊！你们说的可都是真的？李斯竟然背叛了寡人。郑哥呀，你应该知道李斯可是主张法家思想的，而扶苏已经被儒家思想毒害多年。那寡人的蒙恬呢？在您死后，赵高密不发丧，篡改遗诏，让胡亥称帝，还假传遗诏，赐死了扶苏。那他不会真的就这么自杀了吧？嘿嘿嘿，答对了，没奖品啊！没想到
亲手创造的大秦帝国就会在我的手里。嬴政听到胡亥说大秦王在他手里，看向了虾仁。难道寡人的大秦真的二世而亡？我还能骗你咋的？那一天终于来了。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这些人又是谁？秦2世元年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，仅数月就召集了20几万人。难道寡人辛辛苦苦打下的大秦，就是被这些农民推翻的？陛下，别听他们放屁，区区贱民怎会有如此本事？是啊，寡人的大秦怎可能会被一群乱民推翻？陛下，这其中肯定还有六国余孽。难道是六国余孽推翻了寡人的大秦？他是秦朝最后的名将，在国家危难之际，文官出身的他挺身而出，破陈胜，灭魏咎，杀项梁，收邯郸为巨鹿，先后消灭4支起义军首领，为大秦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就是率领骊山求屠军的章邯。听到章邯的累累战功，嬴政感到疑惑。不对呀，虾大夫，既然我大秦还有此等名将，大秦怎会亡？因为章邯被赵高针对，导致他被迫投降了项羽。哎呦我去！怎么又 Q 我？你可别巴巴了，再巴巴，我底裤都要被你巴巴干净了。难道这个项羽就是推翻我大秦之人？公元前202年，也就是秦2世9年，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。既然不是项羽，那继承寡人天下的究竟是六国中的哪一国？此人并非六国之人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吕左之人。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我一个吕左之人，手提3尺剑来闯天下，他居然赢得了天下。凤凰输了，麻雀赢。这就是汉高祖刘邦。此人确实有王者之姿，不过他凭什么可以继承寡人的天下？破魏以木婴，破赵以利赤雉，破齐以囊沙，比皆从天而下，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。他是汉初3杰之一，被誉为兵家4圣之一的兵仙韩信。嬴政听到兵仙2字，就明白这个韩信乃当世奇才。他虽从未领兵作战，但是却能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他就是汉初3杰之一的谋圣，西汉留侯张良。那还有一个呢？不是韩熙一夜长，焉得汉室400年？仅仅只是这一句话，众人就明白了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成为汉初3杰之首。汉朝之所以能一统天下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萧何。他作为汉初3杰之首，曾月下追韩信，劝刘邦助坛败将，帮助其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。怪不得刘邦可以取得天下，那寡人是得了什么病死的？你是吃仙丹吃死的！这都是能帮助寡人长生不死的好东西，岂会害了寡人？对，好个屁！那都是毒药。虾大夫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是的。寡人回去立马就把那群方士全杀了。呦！你还是先把面前这2人杀了吧。嬴政思考了一下，赵高必须死，但是思啊，你跟着寡人这么多年，就留在这江公补过吧。李斯听到自己可以不死了，痛哭流涕。陛下，臣一定会重新做人的。当汉武帝胖揍了刘邦一顿后，还在得意之时，却被虾仁告知自己不仅砍了李陵一家，阉了司马迁，甚至还诛了自己3族。你猜你为啥不在里面？有没有可能是你们不配？呦！你真是马桶里打灯。找纸。何人敢在背后妄议朕的是非？汉武帝刘彻一进来，就看到一屋子穿着龙袍的人。好啊，你们不仅敢妄议朕，还敢偷穿朕的龙袍。虾大夫，这个土鳖又是谁？这就是汉武帝刘彻。我的好孙孙啊！谁他妈是你好孙孙？滚！卧槽！虾仁，刘邦被打了，还是被他最爱的好孙孙打了？补不补？补！快点说！补了没？补了！脱了没？脱了！你们到底是何人？寡人乃大秦始皇帝嬴政，刚刚被你按在地上摩擦的是你的祖宗小刘。哎呦我去！还是皇帝，我可能不是真的人，但你包是真的狗啊！操，高祖啊，真的是你啊！你可是朕的偶像啊！这小兔崽子舔人的方式跟你真是一模一样。
嘿嘿，郑哥，吾发誓，吾真的是你的粉丝，如有说谎，天打五雷轰。虾大夫，就是这小子开创了汉武盛世。高祖，刚刚好像打来了，是不是真的？这家伙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。高祖，刚刚好像真的打来了。高祖，你踢暗的，我没听到吗？要你哥这逼逼赖赖。这包是你亲孙，跟你欠的一模一样。行了行了，这就是汉武帝。你认得真？张三跟汉武帝解释了一下这里的情况。那他真的是高祖，那朕刚刚打了高祖。小刘是不是很垃圾，连你都打不过？这够朕吹一辈子了。嘿嘿嘿，你小子在想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那现在是汉武几年？天汉2年。那李陵可还好？他投降匈奴，背叛了朕。我大汉竟有如此废物！哀莫大于心死，痛莫大于李陵。虾大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李陵其实根本没有背叛大汉。天汉2年，李陵率领5000步兵出征，在俊基山遭遇3万匈奴荆棘围攻，血战8天8夜，杀敌万余之后，李陵被俘投降。这一战，李陵可谓虽败犹荣。那又怎样？他不还是投降了？李陵是因为没有增援，才导致弹尽粮绝而投降，而且李陵一人投降，便保住了剩余将士的性命。那你的意思是李陵最后会回来？历史上的李陵并没有回来。后元2年，汉昭帝刘弗陵登基为帝，派遣使者立正迎回李陵。立正遂谓陵曰：“亦有一乎？”陵曰：“丈夫不能再辱。”再辱？他是遭受过什么侮辱吗？竟然都不愿回到自己的国家。汉武帝杀了他全家。朕怎么可能会杀了他全家？天汉3年，你突然悔悟，意识到李陵是没有支援，才被迫投降。因此，你派了公孙敖去迎回李陵。然而，公孙敖没有完成任务，并从俘虏口中知道李陵帮匈奴训练军队来防卫汉军进攻，然后你就杀了李陵全家。那李陵是否真的这么做了？当时帮匈奴训练军队的人叫李旭。你这小兔崽子都不确认清楚，就刀了人家全家。高祖，我还什么都没做啊！但是未来的你就这么干了啊？那未来的我又不是现在的我。高祖，你干嘛又打我？刚刚的我又不是现在的我。好像也没问题哈。那你这次回去立马就给吾把李陵接回来。孙自当谨记高祖命令。他是爱国忠贞的典范，是坚贞不屈的象征。他是汉朝使臣，因宁死不是二主而被匈奴流放北海19年，期间他官不受，钱不要，即使无人知晓，也要持节牧羊，坚守民族气节。他就是流传后世的苏武，牧羊的主人公苏武。他不是早就投降匈奴了吗？降，一天到晚就知道降。你回去给我立马滚去接他俩。司马迁还好吗？朕把他给阉了。误草，司马迁小追追拯救计划还没开始就这么结束了。这个司马迁又是谁？他是最著名的历史博主，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。他是才华横溢的正直史官，却因为说了几句大实话被处以极刑。他忍辱负重半生，耗时13年写了一本畅销几千年的史书。他就是太史公司马迁。不是，我的小孙孙，你怎么敢得罪史官的啊？还是一个能影响后世几千年的史官。那我回去把他杀了。别，这个不能杀。听到没？虾大夫说了，不能杀就不能杀。你们看看能不能先给我解开，这勒得太紧，我有点难受。你做了这么多错事，我勒你一会怎么了？高祖，其实我感觉我做的还可以。对，其实汉武帝的上半生是没问题的。高祖，你听，虾人都说了我没问题了。上半身。刘彻连忙看向自己的下半身，难道我下半身有问题？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，武帝啊，你欠李家的可不少啊！而且你后半生杀了老婆儿子，连孙子也没放过，你是唯一一个诛了自己3族的帝王。
逼！太牛逼了，这个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近40万人因为一个木偶遭受牵连，所有关联者几乎被满门抄斩。当朝太子和皇后也在此期间被迫身亡，这就是西汉最大的冤案——巫蛊之祸。什么是巫蛊之祸？张三给众人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巫蛊之祸。糊涂啊糊涂，你糊涂涂转世啊你！汉武帝啊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。其实张骞还没死。等等，这却不对，上 DJ。陛下。谦啊，你没死啊？是啊，我还活着呀。你这几年都去哪了呀？朕想你想的夜不能寐啊。您这左拥右抱的，确实是很难睡着哈。陛下呀，我辜负了您啊。大月直拒绝出兵了呀。没事，那群小卡拉米都被朕打跑了。这几年真是辛苦你了。臣不苦，臣这几年收益颇多。您看看，这是臣带回来的特产。这些是何物？这是香菜和核桃，我从西域带回来的。西域？还有，陛下您看，这是臣画的西域地图。拿来吧你！陛下，这二人是谁？这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朕东西的是汉高祖刘邦。这也不疼啊。这回疼了吧？疼了，看来不是在做梦。那位是？那个婢就是秦始皇嬴政。哦，原来那个婢是嬴政啊！卧槽！郑哥啊，你干嘛打我？寡人乐意。高祖啊，你干嘛打我？不乐意。我懂。嘿嘿，打不到我吧？陛下，你可知道我在西域看到了什么？古代丝绸之路开创性的打通东西方大通道，首次构建起世界交通线路大网络。世界，世界的地域很大，远不止你们所看见的。你们看这个球，这就是世界地图。世界怎么还是个圆的？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叫地球。那后世可有人称霸过地球？没有的。毕竟扩大疆域、囊括西域地区的也只有汉唐清3个时期。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，国家的疆域版图扩到了最大。唐高宗李治先后灭突厥、百济、高句丽，唐朝的领土面积约为1237万平方公里，可达到如今的朝鲜、中东地区。这么伟大的男人背后，肯定有个厉害的女人。还真被你说中了。唐高宗李治背后的女人就是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。吕帝，这小孩怕不是被美色迷昏了头吧？区一个后宫女子怎能坐上帝位？一个能在位34年的皇帝，怎会是个蠢的？吾在位8年，4、8、32，竟然比吾在位4倍还多。莫不是这武则天有何过人之处？武则天本是唐高宗李治他爹的小老婆。卧槽，那他不是跟他小妈好上了？牛逼！太牛逼了，这个。那他爹也不太行啊，老婆都被自己的儿子抢了。他爹就是唐太宗李世民。唐宗宋祖，难不成他就是那个唐宗？恭喜你，答对了。突然好想见见这位唐宗啊。那武则天称帝之后，大唐应该也没传几代吧？神龙元年，太子李显、宰相张柬之、崔玄伟等大臣在首都洛阳紫薇城发动兵变，逼迫女皇帝武则天退位，复辟唐朝，史称神龙政变。他奶奶的，还想拉个人当垫背，没想到最后受伤的只有寡人。那刚刚说的那个大清呢？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，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，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，东到太平洋，包括库页岛，南达南沙群岛，包括50多个民族，国家空前统一。这又是哪个皇帝呢？乾隆帝、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。虾仁，这也不像是我们族人的名字啊。崇祯17年，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，八旗入关。这是哪个朝代？居然如此窝囊！
寡人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，竟落到外族手里。这好像是咱的后人。老朱啊，你怎么教的后人？啊，对，你的后人就牛了呗，至少咱的大名传了可不止2代。你培养的皇帝不也被你儿子反了？看来你培养的也没厉害到哪里去啊！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做兄弟的哪有这么2肋插刀的？还是我的后人牛逼。呦！我怎么记得你的后人是被吓死的？五虎狗咬狗，一嘴毛。你们还听不听了？听，这帮异族入主中原后，对我们汉族如何？相比元朝，有不知而无不及。这元朝又是哪蹦出来的？祥兴1年，宋朝崖山兵败，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，南宋数十万军民随之跳海殉国，南宋王朝至此灭亡。而中原也第一次被异族统治。寡人的秦人啊，竟然会被异族统治。郑哥，其实他们自称汉人。秦人，行了吧？秦人也好，汉人也罢，不都是我们华夏子民？啊，对，就你清高。那这宋朝是不是就是那宋族所建立的朝代？后周显德6年，赵匡胤黄袍加身，发动陈桥兵变，夺取后周政权，建立大宋。这个宋祖居然是个乱臣贼子，他凭什么跟我郑哥还有我这小孙孙，还有那个绿帽哥齐名？吴却排不上号。呦！你他奶奶的，不就是个反贼，反的还是寡人的江山。人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他奶奶的，退一步越想越气，人一时越想越亏。忍个屁！其实这个唐宗也是师兄逼父上位的。不是，你们挺会玩啊。其实怎么上位并不重要，重要的还是成就。你看看老朱家的永乐大帝，不也是造了侄子的反？哎呦我去！这虾人怎么老 Q 我？老头子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但是他可是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存在，他统治的王朝武力全球第一，亘古无二，远迈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远超成吉思汗，不战威服世界，附属60多国。请问这是哪里？小怪哪里跑？这是哪？欢迎来到异界洗浴，我的小少爷们。张三向3人说明了一下现在的情况。虾人，这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唐宗李世民。唐宗？李世民，你竟然敢篡位！啊，对，他这不已经在杀你了吗？你咋还这么大惊小怪？怪不得当不上皇帝。张三见汉武帝似乎看不起李建成的样子，就决定为李建成解释一下。其实李建成也不错的，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废物。李渊篡位时，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是主力军。李建成成为太子后，对内处理朝政，对外灭击胡部落，平丝竹流寇，剿灭刘黑闼，防备突厥。以此能看出李建成是为军政不足的优秀储君。李建成听到张三如此吹捧自己，不免得意起来。那他不还是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杀了？大胆李世民，你竟敢暗算太子，你就不怕父皇治你的罪？他可是师兄逼父上的位。李建成听到这话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举起剑来。好你个李世民，竟敢逼父皇传位于你！今天姑就替天行道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大哥，怎么好像都是你活啊？这家伙竟然知道我要做什么！卧槽，我的程咬金呢？1v2打不过啊！不行，猥琐发育。二弟啊，刚刚不是还很嚣张要打群架吗？怎么转头就剩你了？这里不能打架啊！号角留下，打架出去。走啊，单挑啊！哎呦我去！1v2单挑个毛啊！行了，你们这会估计就在玄武门之变吧。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中，李世民成功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。可我看这李世民好像也干不过啊，咱们要不要帮帮他？好人啊，天大的好人啊！你们为何不帮姑？姑才是大唐正统。人家唐太宗李世民可是开创了贞观之治，
你不过是死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一个小卡拉米，自己几斤几两，心里没数吗？啊，对对对，那我们要不嘎了他们？要的。你们要不想泡这脚，就都给我出去！就你屁话最多。错了！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，出现了政治精明、经济复苏、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。看吧，我才是最适合当皇帝的人。要不是你暗算大哥，大哥肯定比你强。呦！要不是，哪来那么多要不是？你可别嘚瑟了！你上位半个月后，突厥10万大军兵临城下。听到未来会发生此事，李世民大为震惊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你就签下了你一生的耻辱，为水之盟背。一生之耻，我签了什么？谁知道啊？后世无可查证，估计是你嫌丢脸，自己删了吧。嘿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事儿我还真的能干得出来。那就是说，再过半个月，突厥就要打来了。是的。二弟呀，现在不是咱窝里斗的时候，半个月之后，外族就要入侵了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百姓受苦吗？不行，你不能回去，这乱我已经判了。今天你嘎也得嘎，不嘎也得嘎。虾仁，难道这局无解吗？你们借他点兵不就得了？你又在想什么鬼主意？借兵可以，但是什么？得加钱。李建成看到众人如此帮助李世民，也知道自己上位是彻底没戏了，甚至可能还会死在这里。放心吧，你死不了。李斯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活，你来跟他一起作伴吧。孤当朝太子，竟沦为洗浴男仆，到底是人性的泯灭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嗨，多大事啊！你又不是最惨的啊！你那二弟临了，可还落了个绿帽哥的称号。你放屁！我才不可能戴绿帽呢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你死后，你的儿子李治上位，第一时间就把你的五才人从寺庙中接回了宫，还封了昭仪之位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对，这李治又是谁？就算真的是我上位了，我也会立我的大儿子为太子。你说的肯定都是假的。你的大儿子李承乾吃喝玩乐那是样样精通，还喜欢玩杀人游戏，更是扬言继位后要做突厥人，最后直接想不开来造你的反。逆子，这个逆子，我好不容易打下的突厥，他一上位居然还想带头做突厥人。逆子啊，逆子！他甚至还喜欢男人。那可以把李斯介绍给他呀。李斯现在可是有妻女孩。不愧是你啊，郑哥，还是你懂合理分配。那是当然。二弟啊，没想到你儿子口味还挺独特的嘛。就算没有前儿，那我的太儿呢？虽然你是弑兄逼父上的位，但是你并不希望你的后代也以这样的方式上位。在你收拾了李承乾之后，李泰装作谦恭，对你说出了杀子传弟这种话，以为你会感动，并且传位于他，没想到适得其反，也绝了他自己的道路。于是长孙皇后的第三子，你的第九子，名正言顺的继承了你的地位。我最看好的两个儿子，竟然都不中用，那这个李治呢？不会也这样吧？他做的倒是不错。唐高宗李治继位后，开创了永徽之治，前后灭西突厥，百济、高句丽，使得唐朝的版图达到最大。这个儿子倒是给力了点了。这可是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唯一一次并入我国版图。大哥啊，你看看吧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，给你上位，大唐都不知道亡了多少年了。干得挺好，就是顺带还把小妈也一起拿下了。二弟啊，你看看，干得再好有什么用？头上青青草原都能抓喜羊羊了。你有啥好得意的？你连龙椅都没坐过。呦！你急了，你急了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哎呦，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，你没有实力啊你！夏儿，你说，
那李治跟他小妈咋好上的？我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唐高宗李世民晚年生病的时候，李治和当时的五才人一起试过棋。什么？我躺床上的时候，他俩就好上了？那我不成了他们 play 中的一环？崩溃了，我现在崩溃了。媚娘啊，我戴帽子真的不好看的。爽！笑呗，反正你连龙椅都没坐过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算了算了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总得有点绿。不就是一个女人吗？最多留在后宫玩玩罢了，难不成还能舞到前朝去？安心了，绿帽二哥。武则天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。李建成听到大唐就这么交到了一个女人手里，非常愤怒。李世民，大唐交到你手里，竟然三世而亡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放心吧，武则天最后在狄仁杰的劝诫下，把皇位还给了李家。李世民听到这话，才狠狠地松了一口气。还好还好，不然我可就是个千古罪人了。别叹气了，至少在李治在位期间，唐朝还是一番欣欣向荣的。你要是知道你孙子干的好事，你得避讳。虾仁，他孙子又是谁呀？对呀，虾仁，他孙子干了啥好事啊？不是，你们怎么比我这亲爷爷还关心？你们这吃瓜吃的是不是有点撑啊？开元盛世没撑完，半生就宠杨玉环啊！虾大夫，这有个人快不行了！快，抢救室！哟，你醒了，说吧，你是谁？官家乃是宋太祖赵匡胤。宋？你该不会就是那个宋祖吧？就是你推翻了我的大唐。赵匡胤在陈乔义各部下的拥护下发起兵变，随后率军回师开封上位，是为宋太祖。可以说是兵不血刃，誓不易肆的改朝换代。也不看看官家是谁。上位后更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手段，轻而易举的解除了大臣的权力威胁，防止了军变。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。这倒是可以学，说不定哪天还能用上。高祖啊，你就别学了，我多学学就行。我怕你学太好，以后就没有啥事了。会夸你就多夸点，豪爽。不过这杯酒释兵权也不全是好事。胡说，官家怎么可能有错？杯酒释兵权剥夺了武将的军权，虽然降低了兵变的可能性，但也导致宋朝失去了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，军事实力大大降低，无法有效抵抗外族的入侵。怎么可能？其实最坏的还是形成了武将腐败、文武失衡的局面，这也为大宋王朝埋下了颗定时炸弹。那要是他的后代能及时发现问题，拔除隐患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就是他的子孙后代没发现就是了。这群蠢货！哎呦，他们是蠢货，那你是？这题咱知道，他是蠢货的祖宗。好了，看在他这么惨的份上，就别欺负他了。官家咋了？官家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对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这会很高兴统一事业，终于有所成就，正打算喊你二弟来宫中喝酒吧？是的，官家高兴，小酌2口。你可别高兴了，要不是你意外来了你这笑脸马上就出现在你二弟脸上了。虾大夫，这是何意？对呀，这是何意？有没有可能他这一身伤就是他二弟干的？卧槽！赵光义这小子想干嘛？还能干嘛？这不明摆着要谋反吗？官家对他那么好，他竟还不知足？对，人的胃口自然是越来越大的。他这不还没坐过龙椅吗？那后来呢？后来赵光义就继位了呗。不过，夏大夫，你咋一脸猥琐？你傻呀？虾大夫这表情，明明就是提醒我们准备吃瓜。嘿嘿，还是郑哥你聪明，
赵光义上位可离不开小周后的助力，而这小周后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2个皇后。老弟啊，我看这最近天气有点转凉了，你要帽子不要，红的10块，绿的不要钱。别崩溃啊，这会他俩还没咋的呢。赵匡胤听到虾仁说这话，心中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还好还好。虾仁接下来的话告诉他，这口气松的还是早了。不过没过多久，赵光义就不顾小周后的反抗，拿下了他。他甚至还命人将这场景画了下来，这也是史上最早的艳照门事件。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可是他在你死后继续推进了你的统一事业，成功将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珠江流域纳入大宋版图，完成了局部统一。李兄啊，我觉得那个绿色的帽子也挺好看。有眼光，老弟，放心，我与你同在。你俩还真是绝配，一个儿子拿下小妈，一个亲戚拿下寡嫂，好一出不顾伦理纲常的爱情动作片。你们三要给我医院拆了重建，我也是没意见的。错了！夏大夫，你别管他们，咱继续。夏大夫，那后来呢？那赵光义可有继续统一，达到寡人当时的大一统局面？没有，燕云16州一直是北宋的一块心病。宋太宗赵光义为了解决这块心病，决定北伐。那他可成功拿回了那燕云16州？没有，直到大宋王朝覆灭，这燕云16州都没有收回。还是咱牛逼，燕云16州咱可是拿回来了。呦！我就说那牛咋在天上飞，原来是你搁地上吹呢。咱格局大，咱不跟你这小屁孩计较。菜鸡互啄，愚蠢的人类。夏大夫，这赵光义就这么没用吗？一点也没拿回来。起初是有一些小胜利，那赵光义第2次北伐的时候还御驾亲征，想一举拿下燕云16州，结果在高粱河之战中失利，宋太宗赵光义本人还受了重伤。混乱之中，赵光义直接就驾着一辆驴车逃跑，仅用1日就从北京跑到了河北保定，期间可是有100多公里，他甚至还逃过了骑兵的追杀，高粱河车神的称号也是非他莫属。官家这老弟怎么这么多外号？燕赵门、高粱河车神。其实还有个一代毒王。一代毒王？对啊，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，将南唐后主李煜、自己的侄子赵德昭，还有你的弟弟赵廷美都杀了。他竟然为了自己的皇位，不惜手足相残。赵兄啊，要不我们借你点兵？管家，外面来了好多士兵，还有一个长得好像太祖的人。太祖早就不在了，少说屁话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官家是谁？哥，你没事啊？托你的福，看官家的时候偏了一点，让官家还有机会去到虾仁的医馆。卧槽，杀人忘不刀，大意了。那个哥，你听我狡辩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少废话，你把斧子砍向官家的时候，就连我们的血脉亲情也一起砍断了。抢皇位就算了，但你也太废物了，连燕云16州都没拿回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北宋雍熙3年，你御驾亲征，率领禁军精锐10余万人北伐，欲一举攻占幽州，继而夺回燕云16州。那我都御驾亲征了，怎么可能会输？你不仅输了，还输得很狼狈，成了1000年的笑柄。呵呵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同年你刚对北汉政权进行了讨伐，然后又缺乏适当的休息和调整，直接开始北伐，导致最后惨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仅失败了，你还喜提高梁河车神的荣誉呢。那官家真是太棒了。
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在夸你吧？啊！你在北伐时，在高梁河被敌军重创，逮着一辆驴车就跑了。这一跑就是1天，牛就牛在你他娘的1天时间从北京干到了河北。洒水了。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在武治方面不太行，但是文治还是可以的。宋太宗赵光义上位后，初步建立了中央决策体制，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，集中兵权、财权、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，这也改变了5代以来君臣强的问题。算你小子有点本事吧。哥，你是不是后悔没早点传位给我？但是打脸总是来得这么快，赵光义还是高兴的太早了。这些举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，但同时也导致军队战斗力削弱，政府行政效率低下，农民负担沉重，以及社会上武之风的衰微。国家自是要以民为本，百姓过得不好，你这皇帝也当不了多久了。虽然你骑着驴车跑路成功了，但是你也落下了暗疾，最后还是要了你的命。你就是没官家的命好，你要是能遇到虾人，一颗消炎药包你药到病除，叫你残害手足，遭报应了吧？没想到宋太祖这小嘴挺能发巴的，简直是魔法攻击啊！是你命好，你一上位杯酒释兵权，拿回了兵权，又得到了好名声。我呢，我他妈要打战的时候无人可用，谁打战不输啊？打不过我还讨不过吗？我堂堂一代君王，要真落到那群人手里，咱北宋能好？你官家掏心掏肺的对你竟然对官家有如此多的怨言。要不是你，我退守后方指挥作战的时候，前方也不会连一个做主的人都没有。行了，别吵了，你俩又不是最惨的。靖康2年，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，掳走徽钦2帝，史称靖康之耻。什么？官家大宋的皇帝居然被掳走了？北宋末年，政治腐败，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。宋徽宗虽是以倾国之力镇压了，但这也消耗了北宋大部分的国力。官家的大宋竟然弱到如此地步，开国之君看到亡国之相的感觉，猪哥哥应该给你感同身受啊！莫名其妙的 Q 我干嘛？开个玩笑嘛，你咋还生气了？北宋朝廷苦于无力处理辽国骚扰边境的问题，宋徽宗最终听取了奸臣蔡兴的提议，与金国达成协议，联手灭辽。而金国也许诺事成后，将燕云16州归还北宋，这便是著名的海上之盟。打不过就找帮手，挺聪明的嘛。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顺利吧？不愧是秦始皇，还是你聪明。他这话是不是在说我傻？北宋军队早就没有实力与辽抗争，只能依靠金国，当然金国也不负众望，拿下了辽国。大辽这块心病总算是给官家拔掉了。宋太祖赵匡胤看到虾仁这个表情，意识到自己也高兴得太早了。宋朝派出使臣前去向金国讨要燕云16州时，金国一口否定了当初的承诺。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，最终北宋以140万贯的价格以及燕云16州的赋税交给金朝的筹码，换得了北宋对燕云16州的统治权。多少？140万。这招过河拆桥玩得漂亮。此时的燕云16州早就被洗劫一空了，偏偏宋徽宗和童贯自认为这是不世之功，甚至大肆庆祝。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，没有了辽，就真的没有人可以阻挡金兵南下了。那金兵是直接南下了？没有。还好。有没有可能只是暂时没有？什么？金兵一直在等一个借口，正大光明的攻打北宋，而这个借口来的也很是时候。原先属于辽国将领的张觉，在辽国灭亡后投降金国了，但在金军撤退之后，他又逃到了宋朝。有趣的是，北宋朝廷还大方的接纳他了。这群蠢货，这跟直接把把柄送到金国面前有什么区别？有啊。他人还怪好的，明明可以直接挨揍，但是还给人家找了个借口啊！
我说的又没错，你干嘛老打我？你少说两句也挨不了这么多下。金国顺理成章的以此为名，直接挥军南下，不久后就包围了北宋都城汴京。这群金兵的实力不容小觑啊！可不是嘛？都吓得宋徽宗立刻将皇位传给了太子赵桓，是为宋钦宗，年号靖康。不是，哥们，这传位传得太痛快了点吧？虽然汴京因为守御史李康的拼死抵抗没被破城，但最终还是赔偿了大量金银给金国，甚至割让了太原、中山和河间。这燕云16州没拿回来就算了，怎么还有割出去3块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就算是这么昂贵的代价，也没换得多久的和平。4年金兵再次挥军南下，然而在此紧要关头，兵部尚书孙伯竟然找来了一个神棍郭京应付此次战役。找个神棍来干啥？给自己做法事？郭京自然是不会打战的，但他能掐会算啊。他说只要用7777人就能将金兵击退。这哥们不会真信了吧？这7777人就这么水灵灵的领了盒饭。不过金兵也没有直接攻进皇宫，而是提出议和。议和。宋钦宗在金兵的威胁之下写下降表，经过反复修改后，才令金人满意，得以返回朝廷。不料尝到了甜头的金国却没有跟北宋和解。宋钦宗刚刚回到城内，金国就提出要金子1000万两、银2000万两绢、1000万匹的巨额赔偿。这简直就是天下！这个金额虽然夸张，但只要花时间筹集，也不是拿不出来。可是兵临城下，区区一座汴京城哪来那么多钱？于是为了满足金国的赔偿要求，宋廷甚至不惜拿人来抵。就在北宋朝廷费尽心思搜刮金银之时，金人又开始索要骡马。城中马匹为之一空后，金人又索要少女1500人。得寸进尺，得寸进尺啊！尽管宋朝君臣如此俯首帖耳，金人还是不肯罢休，最终还是于公元127年2月6日将宋钦宗废为庶人。次日，宋徽宗等人也被迫前往金营，北宋就此灭亡。金人明明可以直接弄死他们，非得折腾这7749回。金人知道刮无可刮后，撤退的时候烧毁了房屋，带走了不下10万人。宋徽宗的34个女儿中被金人掳走，而惨遭蹂躏致死的就多达21人。金国甚至还建造了一个军纪所，安放俘虏而来的宋朝女人。当北宋的一众俘虏抵达金国之，金人给他们举行了牵羊礼，1300多人。除了皇帝皇后发了衣服后还给件羊皮披了以外，其他人全都袒露着身体，脖子上被千根套绳，让人像牵羊一样牵着走。最后宋徽宗被金人囚禁了9年死了。宋钦宗因参加马球赛坠马而被裁死。那官家偌大的宋朝就没有一人站出来吗？有的，他就是抗金名将岳飞。这是历史上最悲壮的王朝灭亡战役——崖山海战。当朝宰相陆秀夫带着小皇帝赵昺跳海殉国。这个小皇帝怎么跟官家同一个姓？后续数十万军民不愿投降，相继跳海殉国。此战结束后，大宋彻底灭亡。瞎人，这说的不会就是官家这个大宋吧？霸秦、强汉、盛唐、弱宋、蒙元、刚明、奴清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官家的大宋岂会如此弱小？宋朝无论从领土、版图、军事力量等等方面，相比历史上的王朝，都是相对较弱的。官家目前不过是没有拿回燕云16州罢了。你忘了刚说的，你的又割出去3块吗？南宋相比北宋，整整失去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甚至丧失了抵御游牧民族的长城和天然的养马场。那官家的大宋岂不是失去了和外族骑兵对抗的能力？就算失去了攻的能力，那官家的大宋难道就连防的能力都没有了吗？其实你们大宋打仗有个特点，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。为何如此？那就得问问你的好弟弟了。这和官家又有什么关系？官家？你跟谁官家呢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行了吧？
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你有个高粱河车神的称号吗？又开始了，这回给官家留条底裤吧。在那之后，你再也不敢上战场了。但你又菜又爱玩，搞了个劳神资的军政制度。啊，这军政制度又是什么？宋朝战争实行将从中御，就是先将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做成阵法，然后交于宋军去执行。宋军只能按照阵法去打仗。不是哥们，你们怎么这么打仗的？以险易地，岂可按一定之徒？就是，老赵你这也不行啊！这关官家屁事，都是你们这群蠢货干出来的好事。当然，宋朝原本也是有机会北伐成功的。快展开说说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，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他就是刻上京中报国4个字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。那这个岳飞成功了吗？他4次北伐都成功了。那官家的大宋不就有望了？其实岳飞的军队当时已经到达朱仙镇了，而且金兵也已经开始向北遁逃。牛逼！太牛逼了，这个。那他们肯定直接一举歼灭金兵了吧？当时3军将士横刀立马，就只等着还大宋河山。这个岳飞不错啊。是的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不愧是能被称为一代名将的人。但是这个岳飞肯定是输了的吧？是的，那一日，宋廷在建功台上连续下了12道金牌，要求岳飞撤军。昏君啊，昏君！哎呦我去！哥啊，你干嘛又打我？那赵构可是你的子孙，你不是东西，你的子孙后代更不是东西。那这个岳飞最后撤军了吗？此时的赵匡胤十分希望岳飞没有撤军，虽然他知道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是尽忠还是报国，比忠孝更难选择。那这个岳飞的结局究竟如何呢？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，这是岳飞在临死前刻下的8个大字。什么？岳飞死了？是的，他被奸臣陷害而死。官家当年要是有此等名将，早就收复燕云16州了。你他娘的生的什么玩意？果然是有什么长辈就有什么后人。你他妈的骂到寡人了！各朝各代都有奸臣，而陷害岳飞的这位奸臣，至今都还跪在岳飞的庙前供人唾骂。当时的赵构正要把淮西的5万军队划给岳飞统领，而秦桧却挑拨赵构不要给岳飞太多压力，防止岳飞功高盖主。赵构就因为这秦桧的一句话，便下旨杀了岳飞？没有，但是这也在赵构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。在秦桧独相不久，赵金2国就签订了第1次绍兴和议。第1次？当时的岳飞虽极力反对，却也无济于事。但对于一心求和的赵构来说，不免生出猜忌。然而第1次和议只坚持了仅仅不到2年，就因金国内部发生政变而变成了一堆废纸。金兵来袭，赵构又连忙找来岳飞救场。前面说了，岳飞不负众望，连获大捷。但是此时的秦桧却抓住赵构的猜忌心理，劝皇帝召岳飞回朝，因此才有了赵构连发12道金牌，强令岳飞归朝。官家就说那赵构好端端的，怎么会那么着急召岳飞回去？原来是这无耻小人在背后捣鬼。赵构召岳飞回来的第1件事就是削除武将的兵权，重新跟金国议和。又削。金国和赵国议和的条件就是杀掉岳飞。那官家的一代名将就这么没了。岳飞遇害后，金赵2国签订了第2次绍兴和议，不仅割让了大片领土，而且世世子孙谨守臣节。明明可以一举拿下金国，此后再无后顾之忧，马上故事高潮了。他来了一句不行吗？牛逼！他甚至还给人赔礼道歉，杀了岳飞，劈了地。太牛逼了，这个！赵匡胤听到这，血压一下就上来了，一瞬间就晕了过去。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啊！在储刑台上的岳飞，没想到在临死之前，竟然穿越到了义节医馆。这是呢，我不是死了吗？张三向岳飞说明了一下这里的情况，并向岳飞介绍了一下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。
太祖啊，太宗啊，微臣有罪啊！微臣没有迎回徽戚二帝，更是没有收回大宋失地，微臣有罪啊！这不是你的错，都是那赵构太不是东西。你要是生在官家这，早就没有什么狗屁金国、辽国的事了，都是你这蠢货。这事到底能不能翻篇啊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尽忠还是报国，比忠孝更难选择。可惜的是，你就只有这一身打战的本事，根本轮不到你来选择。那我死后，宋国怎么样了？还是继续跟金国合议，相安无事了吗？在你冤死狱中之后，南宋如愿以偿的和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，自此停战。官家的大宋落到你这个废物后代手里，迟早完完。绍兴32年，宋高宗赵构传位给养子赵慎，是为宋孝宗。养子，说来有趣，这个养子还是你这一脉的。官家的血脉被官家弟弟的血脉收为养子，倒反天罡啊你！虾仁，你这么有本事，能不能把赵构给我喊来？不然受伤的总是我。我考虑哈。宋孝宗赵伟上位第一件事就是为岳飞案平反。不愧是官家的后人，和你这个废物就是不一样。看来这大宋还是有明眼的皇帝。隆兴元年，南宋开始隆兴北伐。卧槽，不愧是官家的后人啊，一上来就是北伐。血脉的力量，懂不？虾仁，你快展开说说。张俊接到指令后，就带着20万的大军就出发了。20万大军，那肯定打出了一定成绩吧？赵匡胤看到张三这副表情，就知道事情不简单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出意外了。隆兴2年宣告北伐失败。20万大军还能输？也就是号称20万，其实只有8万。而且隆兴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。当金国10万大军来临时，邵宏渊按兵不动，只留李显忠一队人应战。这个邵宏渊是什么玩意？这个李显忠最后还是输了吧？此时的赵匡胤十分希望虾仁能说出否定的答案，但他大概要失望了。李显忠战败，宋军全线溃退，之前打下的3座城池都没了，史称扶离之败。这个邵宏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自己打不下来，别人打他嫉妒个鸡毛啊！敌军来了还按兵不动，他是停在那拉屎的吗？李显忠败了，下一个打的就是他。年轻人啊，格局还是不够大呀。宋孝宗赵伟知道后，北伐之心开始动摇。他不会又开始议和了吧？恭喜你答对了。金国这次的条件又是什么？金国提出要大宋割让唐、邓、海、四州。又要割地，又要割地，官家的大宋本来的就比人少了，这群蠢货还他妈一直割地赔出去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不仅如此，金国还要求与南宋宗室以叔侄关系相称。这金国所图不小啊！我还没说完呢。金国要求恢复从前宋廷上交给金国的岁贡。割地赔钱还要攀关系，他咋不直接说这蝼蚁直接给他做？有没有可能他怕一下子要猛了，你们就摆烂了，啥也不给他？不得不说，你好像聪明了一回。哎呦我去！那后来呢？究竟有没有议和成功？没有，宋孝宗觉得自己太亏了，拒绝了。算他不算太蠢。拒绝和谈后，宋孝宗又在主战派大臣的拥护下，决定再度与金国开战。但是什么？张俊被害死了。死了？你没听错，我也听见了，他就是死了。要你说，官家自己听不见吗？于是宋孝宗赵伟又开始派人去跟金国和谈。不是，这皇帝怎么当的有点墙头草那意思？摇来摇去，那些条件他不会真答应了吧？不要，你快说他没有。他没答应。还好。依寡人看，他应该是和谈成功了吧？成功了呀！你刚刚不是说没答应吗？他没答应原来的条件了。他答应的是宋金两国以叔侄相称，割让唐、邓、四、海、秦、商等6州，改岁贡为岁币，每年向金国进贡银券20万两匹，相较绍兴和议各减少5万两匹，史称隆兴和议。不是，他4州没同意，6州就同意了。对呀。
这个蠢货，官家真是要给这群蠢货气晕了。都是你的血脉，官家打不着他们，还打不着你吧？打吧打吧，反正受伤的永远只有我。你忘了，虾仁刚刚说过，那个赵薇可是你的血脉。就你聪明，叫你话多。虾仁，你就说这和平坚持了多少年？我打包票，撑死了几十年，40年，然后龙兴北伐就以宋朝的失败而告终了。你就是秦桧。你是谁？你竟敢黄袍加身？就是大胆逆贼。逆贼你妹！我他娘的是你祖宗！我是你祖宗，我全家都是你祖宗。倒反天罡！行了行了，别打了，这里不许打架啊！虾仁，是谁来了？是宋高宗赵构。冷静，冷静，打过了，打过了，别打了！你们究竟是何人，竟敢如此对待官家？我是你祖宗。我才是你祖宗，我全家都是你祖宗。此时的虾仁向赵构等人说明了下这里的情况，然而赵构等人并不相信。我说老赵，要不直接把这两人砍了吧？不是，高祖，你这是想害官家的大宋不成？就这样的昏君留着干嘛？过年啊，朝廷不能一日无主啊！确实，赵构还不能死。那把秦桧砍了总行吧。官家觉得可以。我也觉得可以。我觉得直接砍了有点太便宜他了。你们是不是忘记了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开的是医院，又不是屠宰场。秦桧听着眼前这些人居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安排自己，背后升起了一丝凉意。陛下，我看这些人全都是歹人，必须把他们全抓了诛九族。众皇帝听到秦桧说诛他们9族，也是乐了。虾仁，既然这里不能杀人，那打板子总可以吧？别打死就行。秦桧赵构被众皇帝绑在了椅子上。那谁来打？我。滚滚滚！官家的不孝子孙，官家自己来教训。就是。哎呀，赵哥你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雄姿英发，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。打屁股这种小事，怎么能劳烦您亲自动手呢？爽死了！行，你来，一人60大板，开打！停一下！咋停下来了？打完了？还没有，还有30大板，是官家屁股受不了了，能不能不打屁股了？那剩下的板子不用打屁股了。真的吗？谢谢祖宗。不用谢，刘彻，给他拉下去。剩下30大板，翻个面打。你混蛋！秦相啊，生不如死啊！来吧，打死我吧，我宁死不屈。呦！来啊，继续，给他正反面换着打，打到死为止。行了，都说了别打死了，差不多得了，进屋吧。你是岳飞？你竟然没死！要不是他100穿越到这来，就真被你们害死了。给官家跪下！岳飞啊，是官家对不起你啊！你跟谁官家的呢？我错了，行了吧？果然赵构来了，我就不用挨打了。不是哥，你干嘛又打我啊？看你笑得一脸傻样，官家帮你清醒。你们别打了，陛下其实在成为陛下之前是个好人。陛下在成为陛下之前，这话怎么那么拗口？你傻？他这就是给上位前的赵构发好人卡。陛下当初读书可以日诵千言，同时还能挽1担5斗的功，可谓是文武双全。低调。在秦桧死后，赵构不仅开始清理其党羽，还为曾经受到诬陷的很多人平反了。那说明在赵构心里还是有杆秤。而且他在位期间十分重视农业发展，还大量兴办教育。算你有点本事，就1点，多了没有？
这个人就是好大喜功了点，喜欢底下人碰蹭他，这不秦桧就抓住机会投其所好了吗？本事不大，毛病还不少。虽然，但是他在位期间还挺在意对外贸易的，所以就算一直在割地求和，国家经济也是在稳步增长的阶段。你看，我就说陛下是个好人吧。差就差在不能生育。哎呦我去！岳飞，你这张嘴能不能有个把门的？哪有男人听得别人说他不行的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错了，我下次不说了。关家当初也是个愤青来着的，上位后也想大展拳脚一番，可是无奈金国实力太过超强，宋国屡战屡败，关家也是为了保住这半壁江山，才一直低头求和。对，你这意思是还要关家谢谢你喽？其实也不是不可以。秦桧和赵构的经历其实也差不多。他是宋朝的高考状元，当过老师，抗过金。这大奸臣还有这么一面呢。若得水田300亩，这番不做猢狲王，就是出自秦桧笔下的诗句。你们敢信秦桧刚开始的时候可还是个主战派呢？在宋钦宗赵桓在位时，金兵压境，还提出让手底下的人多提意见。秦桧一知道就写了奏折，表示大宋必须要跟金国死磕到底。洒水了，基操物六。那这秦桧究竟是为何会变成被后世唾弃的大奸臣呢？在靖康之耻中，秦桧一家也被俘虏了。也是从这里开始，那个曾经言辞要保护宋作的人，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。再变还能怎么变？难不成去给金人当狗腿子？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还真被我说中了。秦桧在完颜家逐渐受宠起来，最后还全虚全伪的回到了大宋。这时的皇帝已经是赵构了。就你这小身板是怎么从金营里出来的？就是杀了看守的士兵啊。你看关家信不信？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达成了什么交易？反正自秦桧回来后，就成了主和害，与同事主和派的赵构一起干了那么多的荒唐事。秦桧称相后，还把编写私史给禁了，很多细节后世无法得知，其中奥妙应该只有本人知道了。可能是岳飞的那句天日昭昭应验了吧。最后秦桧还是病死在了家中。就算一开始是个愤青，又有何用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罢了。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佞臣。陛下，你可一定要撑住啊！皇爷爷，您还没死，你才死了。陛下，咱们还没死呢。皇爷爷啊，四叔他造反了。咱已经知道了，那还不是怪你执意要削藩？张三向朱允文他们解释了一下这里的情况。行了，进去坐着聊吧。哟，朱哥哥，这就是你那个怨种孙孙啊！你是谁？竟然敢这么说朕？你他妈跟谁俩呢？人家是鼎鼎有名的汉武帝刘彻，你算什么玩意？搁这大小声！呜，皇爷爷，我错了，是他先骂我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挨骂？就是你爷爷走之前不说完全，至少把大半的事情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还能干成这样，也是牛逼。你又是谁？你怎么跟咱郑哥说话的？这可是咱的偶像啊！郑哥，偶像。你是始皇帝嬴政。虾仁，我来了。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？爹，你也在呢。爷爷救我啊！爷爷，四叔他要杀我。此时的朱棣意识到面前的这位应该不是自己那个时期的朱允文，而是身处建文4年时的建文帝。侄子的脖子可洗干净了。爷爷，你可一定要救我啊！老四你就别吓唬他了。行了，当初要不是你做的太过分，我现在肯定还在我的封地上做闲散王爷。主张削藩本来就是对的，只不过是我输了，所以你才能站在这里。对你个球！还对，猜咱为什么要设那么多藩王？
那可是你爷爷为大明留下的3条保命线。什么保命线？第1条是长城防线，共8个藩王；第2条是黄河防线，共4个藩王；第3条是长江防线，共3个藩王。这3条防线都是依山傍水的天险，易守难攻。没想到虾仁不仅仅医术了得，还如此懂我。兵力最雄厚的长城防线抵御北援，长城与黄河中间的2河地区则由朝廷直辖，防范8大塞王。兵力少1半的黄河防线既可以抵御北援，也可以阻挡作乱的藩王。兵力最少的长江中上游防线则是可以快速支援都城南京。没想到朱老弟想得如此长远，跟郑哥比起来都是小菜一碟了。哼，你看看你一上位就整什么削藩，咱给你留的一手好牌直接打得稀烂。那我也没想那么多嘛，我这还不是怕他们拥兵自重起兵造反吗？我的好侄子，如果你好好的，我们这些叔叔伯伯怎会与你争抢？我们格局可大着呢。一招削藩，满盘皆输，周王、齐王被杀，襄王举家自焚，导致黄河防线不战自溃，长江防线无法支援南京。也正是如此，燕王才会一路南下，没有遇到任何藩王的起兵阻止。我就说为什么没有人拦我，原来还是你自己造的孽，自讨苦吃了吧。行，你也是藩王，上位后难道就不怕别的藩王有样学样，选你造反吗？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领兵者不虑胜先虑败，既预料，自然是要想办法杜绝的。可以学学宋太祖那招杯酒释兵权啊。就是可以学学官家这套。故国不以山西之险，如果3条救命线真的有用，我又为何会坐在这里？救命线毁了，那咱就再找更好的办法就是。再说了，就算真的有用，再来个像建文一样的废物，300条都不够他造的。寇可往，我亦可往，离其庭，扫其血，朕要为大明永绝后患。不愧是永乐大帝，这话说的咱心血澎湃的。不行了，手痒了，咱也要回去打仗。你可得了吧你，国都被你打穷了，还他妈打。我就不信你能干得比我好。你打算如何做？学侄子暴力镇压是不可能的了。赵哥那套杯酒释兵权倒是可以学学。杯酒释兵权虽好，但你却要面临另一个大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和平削藩无非就是给钱补偿，现在的10几20个你能养，那以后呢？古代闲着没事就躲屋里造娃，可没有现代的计划生育，你要养的人只会翻倍增长，你确定你能养得过来吗？那不然怎么办？学建文的武力镇压，我自是不怕打战的，可打战苦的是咱的百姓。是啊，虾仁，我们也都面临这些问题，你可有什么好的办法？自然是有的，要想补贴宗室，肯定是在给他们钱的基础上，把数值提一提。可像俸禄这种按时发的钱，获取稳定且门槛低，无论发多发少，都会让人认为是其理所应得。所以只需让他们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即可。可是他们还有一大家子要养，只靠俸禄怕是不够吧？所以就需要一些激励因子，赏赐就是其中的一种。那不是还是绕回来了吗？还是得咱出钱？能不能听我说完？虾仁，你别管他，继续说，继续说。赏赐这笔钱有没有或者有多少都不是固定的，也正是因为其不固定性，极容易引起群体内部的竞争，继而导致领取者在获得激励因子金钱奖励的同时，产生战胜他人的愉悦感和巨大的满意。这样就够了？怎么可能？为了避免未来供养宗室的成本过高，还是得在宗室制度上下手。宗室等级从8级缩减为6级，基础俸禄全部减半，从第7级开始则自动移除宗室身份。同时，宗室供养不应是养猪式供养，而是在保障其温饱的情况下，让其有事可做。那这一下子缩减俸禄，宗室肯定会不满吧？巴掌给了，是时候给甜枣了。每年朝廷应当给诸藩设立一个总数额看起来极大的年终赏赐包，而藩王能拿到多少，全由朝廷从多维度评判，例如生育率、稳定率、贡献率这样。时政竟然能如此拿捏人心，看来寡人还得多在这学习学习了。这只是第一个办法，第二个办法就是努力把蛋糕做大。
增加国家财政收入，自然也不用担心过度支出的问题了。那又如何才能提高财政收入？请听下回分解。你个逆子，爹，你还有脸来？爹，我可想你了。你不在了之后，四叔他欺负我，你活该！你和你妈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就你和你娘干的那些破事，还想我同情你？呸！行了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这里这么多人呢，别丢人现眼了。虾仁啊，继续你上次说的提高财政收入。如果把大明1年的赋税收入比作一块蛋糕，蛋糕的总量不变，分给宗室一部分，分给军队的是不是就少了？所以如果只有这一块蛋糕，肯定就是不够分的。我们得想办法把这蛋糕变大。那我们要怎么才能把这蛋糕变大呢？咱们可以去抢别人啊！抢！一天到晚就知道抢，一天不打，你是上房揭瓦。先不说打战需要做多少准备，周围都是穷国，咱也抢不来什么好东西啊。你说的对。你说他说的对，那你还让我们去抢别人的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别他妈插嘴。那要插哪里嘛？你有病啊！虾仁应该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肯定还有后续。猪哥哥，你这小孙孙脑子好像有点问题哈，快带他看看去吧。你是不是想让我走？你们偷偷学习，咱告诉你，没门，想都不要想。我看你们也不是很想听的样子呢。虾仁，你别管他们，寡人还想听，你快继续。对呀，别管他们，你就说给咱和郑哥听就行。狗贼，你还想偷偷学习？到底听不听？听。地域不同，物产不同，国内价高还供不应求的商品，在别国可能便宜的跟大米一样，别国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有道理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置换？还是郑哥看得明白。都是虾仁你教的好。提出置换，双方都觉得赚了，直接就能达成交易。没有动物就达成了一样的效果，还得是你啊，虾仁，妙啊！既然贸易能够把国家财政收入这个蛋糕做大，历朝历代那么多聪明人就没想到过吗？当然想到过，甚至还实践过。强汉盛唐不惜穷兵黩武，也要控制西域，还不是为了那条丝绸之路？谁掌握了丝绸之路，谁就可以与遥远的西方进行贸易。这样一来，国家财政收入就有了新的来源。有了这笔收入，君王就不用受困于那点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身上抠出来的赋税。可是如今韩国雄踞西域，丝绸之路怕是走不通啊。可以走海路。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，从宋朝开始就可以由海路代替陆路，抵达丝绸之路的终点。只要朝廷愿意批量制造容纳上百人生活的远洋船，就没有任何问题。到时候郑和开着万吨航母下西洋的场景，要多震撼就有多震撼。不是讲如何解决供养宗室吗？咋转移到海洋贸易上去了？你傻啊，大侄子！虾仁这话的意思就是，持续增长的宗室人口导致国家财政产生巨大压力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，而想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，就要进行海洋贸易，懂了吗？这波被我装到了吧？总结的不错，就这么几句话都听不懂，怪不得当不久皇帝。我跟你拼了！拼你个头！拼多多吧你就！什么是拼多多？不懂就闭嘴！这瓜吃的也差不多了，该轮到我来装杯了。只是要发展海上贸易的话，同样也会面临很多阻碍。什么阻碍？农耕文化已经深入到了百姓的骨髓里，海洋贸易最大的敌人就是根植于农耕文明产生的士绅阶层。反过来讲，要进行海洋贸易，就需要宗室阶层的力量。朱棣担心海外贸易会使农民离开土地，从而造成大明社会的不稳定。可是咱当初可是颁布了禁海令，不破不立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放开海禁，
首先损失的是以文官为首的大明士绅阶层的利益，那又该如何对抗士绅阶层对海洋贸易的抵制？小问题，自宋末以来，地方上就有了许多士大夫阶层，他们拥有着大量的土地。大明开国之后，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大明的士绅阶层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分布广泛，且影响力极为庞大。他们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，垄断了土地，控制了人口，掌握了舆论导向，甚至控制了科举考试的考题。虾仁居然知道如此之多的细节。收下吧！朱哥哥上线后，对这股力量采取了削弱措施。他做了什么？朱哥哥开始扶持新的阶级，军工权贵阶层渐渐崛起。这些勋贵武臣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和权柄，逐步压过了旧有的土地兼并者，甚至掌握了朝堂的话语权。那士绅文官和勋贵武臣到底谁能胜出？士绅文官，最多再过50年，勋贵武臣就会彻底失势。再过100年，勋贵武臣见了士绅文官就得下跪舔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大明不可能永远重复开国和靖难，却必须重复每3年一次的科举。怎么可能？功勋武将们早晚都会老去，而将门犬子的概率远大于将门虎子。名将都是战场上杀出来的，而不是府上娇生惯养出来的。士绅文官们却会将知识一代代传承下去。那有什么办法避免吗？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。开个玩笑嘛，不好笑。所有的问题都得绕回到海外贸易。可是这2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少插嘴。那要人家插哪里吗？你跟那朱云文一起滚去看脑子吧。差不多得了。说回来，如此巨大的利润，光靠皇帝一个人肯定是拿不下来的。那要咋办？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皇帝宗室勋贵一起出钱。海外贸易要造船，要水手，要军队，需要很多的钱，而这个钱由皇帝带头，让所有宗室都出份子钱，勋贵则按爵位等级出钱。他们能愿意吗？一开始可能会有人不愿意，但看在皇帝的面子上，都不可能不出这份钱，甚至为了讨好皇帝，他们还会攀比，争抢着出钱。只要一次满载而归，让他们看到利润，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加入到下西洋的事业中。如此一来，大明的丝绸、瓷器、香料就可以卖往西域。好多钱啊，好多钱！所有宗室和勋贵都上了船，就算是士绅阶层再反对也没用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士绅文官也自然而然的会分裂为开海派和禁海派，互相内斗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掣肘皇帝的行动呢？到时候大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裕、最强大的国家。你在牛什么？若是寡人回去如此做，还有你们这群人什么事？不要啊，郑哥，您大人有大量，给小的们留点空间发挥吧。你们说这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的现象，为何会一遍遍在中华大地上重复？你曾经粉碎了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，却也一手造就了大明朝的灭亡。你是大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，却足足30年不肯上朝。当你看着自己老师垂垂老矣，即将踏入死亡的那一刻，来人啊！吓人啊！这又是谁？这是明神宗朱翊钧。这位明神宗可不简单啊！吓人啊！你话听着好像有故事。自信点，把好像去掉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装逼了。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。说来有趣，他这皇位也是捡漏来的。那不跟赵构一样？差不多。他是明穆宗朱载弋的第3子，前2个哥哥没福气，都病死了。他6岁被封皇太子，10岁继位。在位时有个好老师辅佐。这说的应该就是我了。虾仁啊，你这好老师可加了引号，他都做了什么？放心吧，这老师是真好。万历帝在张居正的辅佐下，在几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。内政上采用考成法，裁撤冗员；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；军事上重视加强武备，还平定了西南。那这改革还挺全面的，朱哥哥你有福了。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后人。
不是我给跟干，你是真往上爬，无语。虾仁，你快继续说。尴尬的时候又知道找我转移话题了是吧？当时的明朝在师徒俩的努力下，造就了一代盛世，史称万历中兴。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盛世。最后一个？你没听错，就是最后一个。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第13位，倒数第4位皇帝。怎么可能？按照咱这么英明神武的统治，大明不应该延续好几百年吗？刚刚虾仁说了，你是在你老师的辅佐下完成了这一系列改革，而你冷漠的目睹了你老师的死，所以你老师的死肯定是个转折点。对，想不到这回轮到你聪明了。虾仁，你这夸的还不如不夸我嘞。你怎么跟虾仁说话的？没大没小。虾仁，你别跟他计较，他小屁孩不懂事。放心吧，我还没那么小气，跟个小屁孩一般见识。哎呦我去！他说的没错，张居正的死确实是个转折点。怎么就突然说到我要死了？本人表示真的很不想提前被预告死亡了。别看张居正在的时候多风光，他一死，明神宗朱翊钧就下令抄了他的家。我用心栽培的皇帝，竟然在我死后便迫不及待地迫害我的家人。天理何在啊！天理何在？你个蠢货！人家掏心掏肺对你，你这是做的什么事？不是啊，祖宗，有没有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？谁懂啊？我还没活到那个时候啊，我咋知道未来的我是咋想的？不仅如此，张居正家里10几口人全被他关起来，活活饿死了。他还差点把张居正拖出来鞭尸。陛下呀，陛下，臣到底是做了什么，对我如此怨恨呢？还要将臣的拖出来的鞭尸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不知道，咱真的不知道啊。虾仁啊，你说说吧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当时的明神宗朱翊钧想要立自己的3儿子为太子，而朝中大臣却觉得应该立他的长子为太子才对。那他为何非要立他的3儿子呢？难道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老三，所以有某种情节？还夸的你聪明，这就又开始不聪明了。哎呦我去！只是因为他的长子是他和他妈身边的丫鬟厮混才生下来的。你真是饿了，什么都吃啊！就因为立储这件事，他们争执了15年之久，史称国本之争。就这是能争15年，真是佩服我自己啊！那最后呢？他同意了吗？他还是妥协了，立了长子为太子。经此一事，明神宗朱翊钧觉得自己身为天子，却还要被一群大臣掣手，就觉得没意思。没意思？那他直接退位了？没有，他直接28年不上朝。28年不上朝，那他在干什么？他直接就放飞自我了，开始沉迷酒色，那叫一个享受。你个混蛋！咱大明的江山交到你手里，你就是这么干的。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，大不了回去，我不干这些破事了还不行吗？你可长点心吧。这些事情你该不干就别干，但是有一件事你还是得干。我又要开始装逼了。万历20年，日本的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，朝鲜军队不敌鬼子，就向其宗主国明朝求援，明朝也顺应请求出兵救援。咱可打赢了。是啊，虾仁，这蠢货可打赢了，2胜2败。还好最后是赢了，不然咱肯定亲手打死你这蠢货。哎呦我去！小白菜了，地里黄了，没人疼了。你不是说我输了才打我吗？你骗人！不是说没人疼吗？现在疼不疼？咱也不知道到底该说疼还是不疼啊。菲菲，还是您最疼我。
回人点，恶心到我了。好嘞。